大家好，我是奥波，我现在在富士山。现在是秋天，大概10月底、11月初，富士山长这样子，上面是没有雪的，但是还是很壮观哦。那些留在待办清单里的事，有哪些是你真正想做的呢？那些想实现的梦想，还要经过多少次忙碌，才能再被想起来呢？2017年的4月，那是我第一次被神山感动。超级大，随风飘落的樱花，随风摆荡的芒草，被白雪覆盖的火山口，空气闻起来有湿润泥土的味道。我知道这个地方，我一定会想来很多次。水光山色与人亲，说不尽，无穷好。于是，富士山的4季出现在我的人生清单。2024年的秋天，租了一台 Jimny， 变成 Jimny Girl 的这几天，实现了我富士山露营的梦想。清单上也有这件事情的你，一起出发去富士山露营吧。前往营地之前，我们要先做2件很重要的事。我们刚刚开车大概10分钟左右，然后到了这间寿司店，评价很高，我们进去吃吃看。然后它那外面就有一整大片的停车场，很方便自驾的人。哦，我是要领券的，它也有外带的哎。这是一间静冈的连锁寿司店 ，Google 和 Tabelog 的评价都蛮高的，在玉电厂 Outlet 也有分店。食材是每间店的职人挑选，和当地渔夫签约，每日现捞直送，让食客用一般回转寿司的价格就能吃到非常新鲜、分量充足的各种寿司，也有超值的午餐定时。他会自己送餐哎。生食和熟食都有，我觉得也很适合亲子自驾游，经过就近饱餐一顿。这间有那个自助点餐机，但是它一样是没有中文的，所以你可以拿手机去翻译。平日限定，然后真的比较便宜，像这个2点半钱，然后我们点了一个10罐的，竟然才1250日币，10罐是10着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耶。他把姜都包进去耶，所以都有姜味。1人份，1人份哦。然后还点了一个马肉的，我发现这边有很多马肉系列的食物。马肉，我吃过蛮多次的啦，所以我没有怕。就是酸酸的，然后很有嚼劲的肉。觉得可以试试看。然后我们还点了一个什么？哦，一个牛舌。算厚吗？侧面。对，侧面很厚。我觉得这真好吃耶。它还有附一个味噌汤，超级大碗哎，味道不错。野菜味噌很平价哎，我觉得大家开车可以来，方便停车。然后等一下再去买个冰淇淋，我们再去超市采购，然后就可以去露营了。这里可以 Apple Pay 耶，我们吃了2525。富士山今天是完全没有要出来看人的意思，整个云超厚，完全看不见。富士山呢不是那么容易看得见，出发之前可以先去见富士山网，上面可以看能见度。我们现在来超市买一下今天露营要煮的东西，350块，哇，超便宜的，880块哎。这里1包，哦，颜色不一样，是香味不同，香味浓的吧，绿色。哦，这个也是蛮贵的。买一个牛舌，然后再买一个肉片，4个的蛋，158。冰块275块，还有冰板276块。买一个可以隔水加热的饭198。然后再买咖喱酱398，三美露165，118，买了6719，1000多块。
第一次露营，担心还没煮完饭天就黑了，买的都是简单料理的食材，从静冈开30分钟左右就能到朝雾高原的营地了。路途中没有太多便利商店，建议东西先在超市买好。快到营地的时候，我们竟然看到了，超扯的！太幸运了吧！气象预报明明是大阴天哎。这次找的营地在朝雾高原附近，是山景。到了，这个是营本部。我现在营本部 check in， 然后会介绍一下这边的设施。我们这次住的营地是索拉一楼，我现在已经 check in 了。是OK。Apple Pay？ Apple Pay。Thank you。营地费用2个人含车，1个晚上日币7700，付款后会拿到3个垃圾袋和1个小礼物。营本部只开到5点，我们准备去开帐篷煮饭喽。这张是我们的 check in 卡 ，check in 之后就把它放在这边就可以了。然后 check out 的时候也是拿这个去营本部就完成。开始喽 ，Ready Go！肚子要很用力。其实很简单，大概20分钟就搞定车边帐、车顶帐，也铺好睡袋，搭好煮饭的桌椅用具，还有灯。租车公司附的用具都很齐全，也很好上手。以我第一次露营，这个效率应该还算可以吧。接下来就边煮晚餐边跟大家分享这次的露营资讯吧。天哪，我的首次露营就在富士山哎！好幸福哦！而且今天完全没有下雨耶。好，我们来煎牛排。OK， 煮晚餐了。今天吃牛肉咖喱饭。我们超废的，买冷冻的饭跟冷冻的咖喱，直接隔水加热。哇！天哪，难怪他们不想吃泡面，因为露营都是乐趣只有煮饭，如果你只吃泡面太无聊。哇，咖喱饭，哦，好香哦！它是茄汁口味的，这很赞哎，好香哦。我觉得这个火力超强的哎，很好，因为这样就可以马上吃，每个东西都热热的。然后这边还有麝香葡萄，那麝香葡萄好甜哦。等一下我们会煎牛排跟吃橘子，然后因为有饭，所以带那个海苔可以用饭团。耶！好，开煮。晚上看得到富士山，但是黑黑的，可是它好像本人很像有点棕色哎，我觉得还蛮漂亮的。哦，我的头灯要拿下来。这个是我晚上去厕所的时候要用的。你第一次露营，这样看起来好厉害哦！我也觉得，因为装备，我跟你说，装备厉害就看起来超厉害。那租车公司它本来就是配好 Jimny 跟它上面的露营用具，然后我觉得它的那个露营用具都给得很好哎，你看像它这个刀具组是给 Snow Peak， 桌子是 Coleman， 然后
它椅子是那个日本的那个 logos 的那个牌子，全部都是有牌子的东西，所以你就用起来很放心，然后初学者也不会不好用。主要是我觉得车顶就可以睡觉很好。我看到那个搭帐篷搭很久全部人都帐篷，只有我们睡车上。我也不会搭，我很怕我睡到一半就帐篷垮了。锅子啊也是用 Snow Peak， 然后瓦斯台是用黑武士的，我觉得很棒然后它有给冰箱，然后里面有一些基本的煮饭用的东西，然后还有给你要砍柴的手套啊，然后如果烧柴会有那个夹子翻火的，全部都有给。可以懒人露营，我觉得这样很适合初学者，超级方便的。然后它睡袋也有给，也有枕头，我觉得很不错。它灯条啊也都架好了，是用一个很像是随身充的行动电源接的。然后我们睡觉的地方，车顶的那个车顶棚里面也有风扇，全部都有配那个行动充电，然后也有给一个大电箱。不可能从台湾带那么多东西来嘛，所以这样真的是超方便。我先吃一口，这红萝卜都烂掉了这口味可以买。它有马铃薯跟红萝卜，还有牛肉，但牛肉比较少，可是它也不贵，我记得还蛮便宜。茄汁的味道很好吃。我觉得超扯的这整片星星走在旁边全部看到天空都是亮的，拍不出来，有点可惜。我觉得日本环境好好我本来以为我不会爱上我现在觉得有点爱上这个环境好舒服我这次的营地出发之前就先订好的。那其实它旺季的时候啊，热门的营区是非常难订的。像我原本想要订很多人介绍过的摇曳露营场，但已经客满了。后来我查到，我觉得这个山景也蛮不错，它的东西非常的新，因为呢它是去年9月才开幕的，那东西都是很新的。2点就要退房，然后10点就可以进来。那空地很大，你先进来你就先找位置。来的时候你要先去入口的营本部 check in， 然后跟你讲一些规则啊等等的。然后营本部只开到5点，如果说你要买柴火取暖的话，5点前就要买。然后那边我看一捆好像大概900块、950块日币，就看不同的木材。我刚去搭讪那个日本大叔，他超惊讶我从台湾来，然后又第一次露营。旺季的话呢，就可能要真的10点来，因为他们说都会有人在那边排队。然后河口湖附近最有名的摇曳露营场，就是前面是湖，有一个富士山在后面，我觉得很适合秋天来，因为旁边是那种枯树，然后我们现在被群山环绕，正前方就是富士山。秋天的富士山有莫名的一种凄凉感，富士山真的超级大，绝对不会找错。我们不是第一次看，但是每一次看都是被吓到，太壮阔了。这个露营场它设备还不错，老板也人很好，但是就是要用 Google 翻译沟通，因为他们是讲日文。化妆室跟洗澡的地方是24小时都可以使用，然后24小时都有热水，我觉得还不错，非常干净。带你们去看，这个呢是一个盥洗跟厕所，超干净的吧？这厕所干净程度根本就是饭店的等级，而且地板也超干净。洗手的地方，转过去这边有2间洗澡的，我们来看一下，它还是免费的哦。是盥洗用品的话是要自己带，干湿分离的，但是你出来这边会湿，你就要自己用拖布把它拖一拖。再看另外一边，就是洗涤的地方，洗水果啊或者是刷牙在这里，这边24小时都有热水。然后这是热水跟冷水，我觉得热水还蛮热的。然后这边其实离营本部有一点距离，如果要买东西或者是要做什么，可能还是要开车比较方便。原味的大自然都要吃原味。好好吃哦。
这边呢，就是车速或是你要搭帐篷都 OK， 但是你在预约的时候就要跟他们说你的人数会搭几个帐篷。那如果你有天幕的话，也要另外登记。虽然日本的治安还不错，但是营区也有说，就是他没有帮你负任何的保管责任。贵重物品的话，一定要自己随身携带。有分有电区跟无电区两区。哦，对，它的静音时间是晚上10点到早上7点哦，所以就算你拍日出，也不能发出太大的声音。所以你可能洗澡、吃饭等等都要在10点之前就结束。车子的话呢，是晚上6点以后就不可以再移动了，因为怕打扰到别人。所以大家要 check in 真的是尽量早一点，因为你可能还要布置啊等等的。海苔的这是什么？海苔饭卷。好好吃哦，就很像那个原本山海苔味道。蓝色的，它可以买。这刚好咸的，我们就不用带盐巴了，配牛舌。对。超好吃的，牛舌变有味道了。这边啊，就是草地是 OK， 车子可以直接开上来，他们没有管制，因为这一块本来就是露营区。他有说不可以飞空拍机，然后也不可以放烟火、仙女棒那些，就是都要避免。日本的营地其实是你垃圾要自己带走，但是这边的话是 check in 的时候，他会给你3个颜色的塑胶袋。然后你就依照不同的东西去放进那个塑胶袋里，然后在厕所后面有一个垃圾场，你可以直接丢在这里，不用再自己带走。因为 Jimny 空间其实有限嘛，所以垃圾可以留在这里也是蛮不错的。我觉得开 Jimny 来这里露营真的是超酷的，拍起来真是超出片的，很漂亮。装锅子的袋子可以当那个沥水盘，我们刚刚已经都洗好了。收成这样，应该不会下雨，准备去车顶睡觉喽。我现在在那个 Jimny 的车顶上，然后跟大家开箱一下。我先是说，它附的枕头呢是这种很像合成皮的，然后应该是充气的，但我就很怕会弄到它，所以我自己带了一个长版背心，然后可以当这个枕头套。它给的这个睡袋是 Mount Bell 的，这边的空间就是我跪着的话是可以整个人起来，但是没办法站。我睡觉之前，因为要爬梯子上来嘛，然后我就把我的那个鞋子放在塑胶袋里。这个是我从越南搭卧铺巴士学到的。我还带了我整包的行动电源，这是之前推荐大家的磁吸的无线的，所以等一下手机就可以直接在这里充电。这个呢，3面都是可以开的，它有1层防风层跟1层是网子。刚才是用行动电源让它吹，然后上面有一个灯条，也是用行动电源让它亮。下面的那个露营灯也拿上来，然后这边有一个网子层，然后它是双层的哦。我放了一个卫生纸，然后跟外套啊什么的，是把它放在这里收纳。我本来以为这边上面会很冷，因为外面刚超级冷的，然后我还穿的发热衣，帘子全部拉上，其实还蛮温暖的。但是我怕我会闷死，所以我还是有留一点点风。不要乱动，好像被咬哦，一阵风。他有特别叮咛说不可以在上面乱动，所以我们就只能躺平的，然后这样不用动睡觉。明天的话应该4、5点就要起床，直接是面向富士山，打开这个窗户就可以看到。睡觉咯，明天见。日出前体感温度只有5度，但秋天大概是富士山露营最好的季节，能见度不算低，冷得刚好不会流汗的温度，日出后就变得很温暖了。早安，今天超级幸运的，它早上大概5点半左右就开始有那个乌鸦在叫，然后掀开帘子就是一整座的富士山。像这样的声音，超幸运的，而且好大哦！
6:06就日出了，曙光是5:45，然后这空间就是还 OK， 2个人睡其实不会碰到。富士山 Jimny， 还有一个超级大颗的太阳。我们绕一圈看一下现在这里的环境。这边呢是群山环绕，但是呢它的面向就是现在日出时间是背光的。昨天日落就很漂亮。本来今天要去其他的地方，但是我现在想一想，好像应该是要在这边待到下午。太美了吧！耶！我现在要拿我这个牛油，直接来煎蛋了。然后等一下来弄我们的热压吐司。早上的风景超级疗愈的，最有标志性的露营早餐，租车公司也有附这个工具，蛮推荐大家做热压吐司，简单又很方便，也很推荐买一块牛油，我觉得香气很够，一次性的包装很好携带，又不会浪费。再一下看，哇，很漂亮哎！我前面的大哥要走了，等一下就可以看到一整座山。还有那个蛋，所以真的要蛮久的哎，刚刚有点太快了。哦，现在10点多，我们的邻居都收的差不多哎。拿去吐司最方便了，好像买太少了，没想到这么好吃。它的贩卖机是有贩卖生鱼片的，然后还有卖那个肉，但是我们昨天来的时候已经卖完了。洗干净了，然后还用干布全部擦过一次，就是保持干净。下次如果再来租车，也是用这些东西，就会一样干净。给的菜瓜布也都很新，然后抹布也是刚刚拆新的。现在来分类我们的垃圾，塑胶、可燃罐头的话要丢在黄色的。那个走区丢垃圾在那边。然后如果你有碳啊，或是有一些其他的，它有其他的分类。这里也是一区。碳的话呢，好在这边先把火灭掉，其他的垃圾就按照你的塑胶袋颜色放好。好多人喝酒，瓦斯桶，还有铁的，这个是铝罐。走吧。哇，这个地比较高哎！我发现它虽然是2点退房，但是他们的人10点就开始会陆续进来打扫。等一下要把我们的东西都搬起来。Jimny 空间有限，所以就要很好的放。你看，我们桌板放在最底下，然后这边是冰箱，所有食物都先放在冰箱里。然后2个枕头，后面是2个睡袋。前排跟后排的中间有一个凹槽，就是脚可以放的地方。那个椅子已经放在那，所有的露营用具在这个露营箱里面。旁边还有一袋是烽火台，就是烽火台我们这是没有用。上面有一个很大的行动电源，其实我们用1个晚上大概就是用10几%吧，不会用到很多。然后如果你真的用完了，它旁边有一个很像点烟器的东西，你可以直接开车的时候插着它，它就会充电。好，那我现在要准备来收上面这个了。现在爬上来给你们看，它有一个垫子，绒布的，我觉得还蛮好睡的啦。里面就长这样，看出去就是这样子，里面超空的。然后我要来收这个车顶帐了。这个要拉起来哦，不然它会坏掉。因为我这次要租露营车，没有用过，一定会需要交车前的说明。
避免语言不通造成租用时产生不必要的鸡同鸭讲，所以找了会中文的租车公司。比价过机场周边，这间租车公司除了有附露营用具，而且 CP 值也很高，教学很详细。虽然搭帐篷的时候我有一点忘记步骤，但搭过一次之后收帐就非常顺手，3两下我自己就收好了。车顶帐对于初学者来说，比搭帐篷真的简单太多了。它是一节一节收的，上面才会降下来。我觉得他给的东西真的都很不错哎。锵锵！我一抵达东京，租到这台露营车 PO 了 IG， 就收到很多私讯问我营地还有租车公司。收好了，很简单。昨天睡前速速整理了大家好奇的租车费用还有营地，嘿嘿，因为我想要用富士山当背景，跟你们分享这个难忘的体验。又像原来租车那样，超帅的。耶、收好了。其实真的超简单的欸，收完全部大概不用1个小时，只是要洗比较麻烦，不然超快的。你看今天的富士山下面其实已经有一点云跑出来了。我们现在趁着天气好，等一下去个河口湖吧。耶！我们这次的租车公司是这一间达人租车，然后你上网就可以填写租车需求，其实是跟我之前 OTS 那些一样，他们是比较小型的公司，觉得服务还蛮好的，很贴心。像我自己就是用 IG 跟他们联系，回复都还蛮快的。那我们这次会找这间达人租车，主要是因为它梦幻车款 Jimny 有没有很出片欸，在富士山前面超好拍的。然后 Jimny 上面呢就有所有的露营配套，提供的露营的设备，其实我觉得还蛮齐全的，然后都是有牌子的哦。像我第一次露营哦，觉得还蛮容易上手的。会选他们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日本其实有很多租车公司嘛，就是那种连锁的租车公司，要有特价才会有便宜。露营这件事情，就是除了人品以外，还是要看天气。所以呢，我们就找了这一间公司，然后它是香港人开的，中文、广东话都可以通，他们也有会讲日文的员工。行动电源这个是给什么了？就是这个旁边有一个灯哦，还有打开帐幕之后，它会有一个风扇，就给他们去用。租车包含保险啊，就是 ETC， 这一次我们全部都有一起租，包含了那个露营设备，我觉得 CP 值还蛮高的。那资讯我会放在资讯栏，大家有兴趣可以参考这样子。那他们租车的地点呢有2个，一个是成田机场，一个是羽田机场。到了。我们现在要去跟租车公司会合，租车公司的接驳车会来载我们。好，我们现在跟他们约在那个29号柱子。哎 ，Hello， 那我们直接放上去吗？我帮你吧。你可以先把你航班告知他们，那他们会有接驳车开去接你，大概就是15分钟就会到公司。嗨，签约跟租车都是可以在网络上就完成，所以其实抵达到他们那边在做一些交车流程的时候，其实是还蛮快速的。那台湾的话呢，就有日本租车一定要带护照，然后驾照跟驾照译本，就可以到监理站办日文译本。我们现在拿到钥匙了，然后我们等一下就可以去检查车子跟清点露营用品。我也是非常建议大家在外面租车要买保险，因为有时候不一定会发生什么事情，买保险比较安心。第一天是直接从成田看到玉电厂，比较尖峰时间，所以大概是3个多小时。营地啊，富士山附近真的非常多，大家可以去找，有山景的、湖景的。这里看出去，他们的 view 最好。所以如果你喜欢看湖景，你也可以去预约湖景的营地。然后日本的营地规定稍微比较多，但是我觉得大家努力遵守的成果就是这营地超级干净，因为晚上都有静音时间，所以呢到10点以后，基本上整个是安静到你稍微讲话有点大声，你自己就会有点尴尬的那种，因为非常安静，都可以听到虫鸣鸟叫，然后早上就是鸟叫声蛮大声的。但是我觉得很舒服，就有点像白噪音。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日本啊营地的距离都有一定的距离，蛮远的。我觉得不会让人很拥挤的感觉，真的很放松。就还蛮推荐大家来日本露营。我们现在要去营本部check out。
里面的时数只能开10。它银本部盖的也很漂亮，前面有一大片草地，很像遛小孩的，然后也有人带狗狗来。这里就是它的银本部，我们现在要带着这个来这个银本部里面会访。这里就是卖木材的地方，这一座就是富士山了，很大吧？然后里面很漂亮，还有卖衣服跟纪念品。然后这边是一些酒。还有卖盐呢，还有酱油，还有罐头。早知道我们来这边买了，我们这里没有盐味的牛。credit card。这画着点。Thank you. Thank you. 接着我们要前往河口湖，继续完成富士五湖之旅。影片已经出了哦，大家可以去看这一集。哇，我下次想租这个。最后我来聊聊花费，这次从成田机场开来露营和环富士山一整圈，最后再开回上野环车 ，ETC 总花费大概是日币8000出，保险每天是日币2000。这台 Jimny 有改装帐篷，车重比较重，5天4夜的使用。这台车也是加 regular 的油，我们把它加满，总加油费用大概台币1300多。租 Jimny 和1天露营的所有设备是日币41100，单租车1天是15000日币。我觉得价钱还可以接受，因为同时也看了面富士山的饭店，枫叶季一个晚上早一点订都要1万多，含用餐可能要2万或更贵。以租 Jimny 来说，比较过周边，这间是最便宜的。它租满72小时还可以打8折，租7天还可以打7折。不过因为要开回市区还车，经过首都高。天哪！我看到这个我都要晕倒了，到底要走哪一条？天哪，这个就是那个 Switch 里面的赛车游戏耶，完全就是 Switch 的场景，开得超紧张，一直分流，一不注意可能就会走错。租车店说他们也有休旅车和86。终于走完了东京甩尾路，超复杂的。下次有点想租跑车，直接开去秋名山，或是租休旅带家人去露营。我这次真的有爱上日本的露营。我现在临停在这边等租车公司的人来，他们说这边可以停。检查一下用，就是没有意外的话就明确。好，喜欢我这次的富士山露营还有东京的影片，可以帮我订阅频道或是按赞分享给朋友。那我们就下一次的旅行见喽，拜拜。牛舌超厚的。我每次来上野都一定会吃这间店，现在目前为止都是日本人在吃，超好吃的。它这样一小碗，然后全部的甜品。你要选啊。